在2026年大国博弈全面升级的今天，新加坡任何一次外交误判，代价都可能会直接反映在跨国资本的撤离，以及我们下个月的薪资单上。欢迎来到本期节目。2026年5月，短短1周之内，新加坡外长维文与国务资政李显龙先后踏上中国的土地。这种高频次的穿梭外交，在国际政治的常规节奏中极为罕见。很多人可能觉得高层互访只是新闻联播里的外交辞令，和我们每天搭 MRT 上下班，每个月供祖屋的普通人没有多大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一个没有战略纵深、高度依赖外部贸易的小国，新加坡根本没有试错的资本。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近期密集的中新高层互动背后，新加坡到底在进行怎样精密的战略对冲？这套冷酷的生存法则又将如何保住新加坡在亚太地区无可替代的地位？要看懂新加坡当下的外交棋局，我们首先得把时间线拉到2026年5月。5月24日到26日，新加坡外长维文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而就在他动身的前几天，5月18日至22日，国务资政李显龙刚刚完成了对广西和上海的深度考察。1周之内，现任外长与前任总理、现任资政接力访华，这种密度绝不是巧合。如果我们再把时间轴往前推，2025年，总理黄循财就任后，将中国作为首个出访的东盟以外国家，并再次重申了新加坡的核心立场。这三步棋连在一起，向外界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新加坡的外交政策超越了国内的选举周期，具有极强的连贯性。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极度不确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新加坡感到了实实在在的紧迫感。作为严重依赖外贸的经济体，我们的通胀率、公积金的增值空间，甚至跨国企业是否继续将亚太总部留在新加坡，都高度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区域环境。高频次的穿梭外交，表面上看是在走动关系，本质上是新加坡在为自己争取战略主动权。通过维持与大国之间毫无阻碍的高层沟通渠道，新加坡正在为可能到来的地缘危机提前铺设安全网。那么，这种主动出击究竟是如何落地的？这就涉及到一个核心机制。每次新加坡高层出访，国际上总有声音猜测新加坡是不是要选边站了。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完全误判了新加坡的外交哲学。新加坡外交的本质，从来不是基于情感的站队，而是基于利益的精算。我们可以拿同在东南亚的越南做一个横向对比。越南近年来奉行著名的竹子外交，根基扎实，但枝干灵活，擅长在多方势力之间摇摆借力。但新加坡的玩法不同，新加坡的战略对冲更侧重于规则维护和构建不可替代性。在安全领域，新加坡与美国保持着极深的防务合作，张仪海军基地就是最好的证明。但在经济领域，中国连续多年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也持续保持东盟国家对华贸易前列的地位。这种双向对冲不仅不矛盾，反而是新加坡生存的基石。为什么新加坡坚决不选边站？因为选边站的代价我们根本承受不起。一旦新加坡放弃了中立客观的立场，沦为某一方的附庸，我们作为亚太金融中心、国际仲裁中心和跨国企业避风港的信誉就会瞬间破产。跨国资本看重新加坡，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强大，而是因为我们足够安全，足够可预测。因此，维文外长的访华绝不能被简单解读为政治上的导向，而应该看作是新加坡在努力维持这架精密天平的平衡。大国之间的摩擦越剧烈，新加坡就越需要通过高频次的沟通，来确保自己不被大国的战略误判所波及。各位观众，你们认为在未来5年内，小国想要在大国博弈中保持完全中立，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种平衡是如何通过经济手段锁死的。如果说不选边站是新加坡外交的指导原则，那么经济优先论就是这套原则的落地执行器。新加坡的外交从来不靠嘴皮子上的政治承诺，而是高度依赖实打实的资本投入和产业捆绑。这也是为什么李显龙资政这次访华，行程重点放在了广西和上海。我们要特别关注广西的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不仅仅是一个物流项目，更是一项具有极高战略价值的地缘经济布局。数据显示，这条通道的货运量连年保持2位数增长，它直接将中国广袤的西部腹地与东盟市场打通，而新加坡正是这个庞大网络中至关重要的航运与金融节点。李显龙资政去实地考察，释放的信号很明确，新加坡要继续在中国的区域经济整合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回顾历史，从跨越30年依然保持活力的苏州工业园区，到天津生态城，再到如今的陆海新通道，新加坡每一届政府都在致力于深化这种实业捆绑。为什么一定要做重资产的跨国合作？因为在全球化面临撕裂的今天，只有深度的供应链融合和利益交织才是最可靠的战略保险。当两国的经济利益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在一起时，双边关系就有了极强的抗震能力，不会轻易因为1-2次国际风波而翻船。李显龙以资政身份避开敏感的政治中心，从地方务实合作切入，夯实经济基本盘，而黄循财总理和维文外长则在国家层面把控战略大方向。这种顶层战略对接与地方务实合作双管齐下的模式，正是新加坡全方位高质量前瞻性伙伴关系的具体体现。这也是为什么无论外部环境如何风云变幻，新加坡总能稳稳守住自己的经济生命线。总结来说，新加坡高层近期的密集访华，绝不是外界炒作的什么秘密交易或转向信号，而是新加坡面对2026年复杂地缘局势进行的一次精准的战略对冲与经济基本盘的巩固。作为一个缺乏资源的小国，新加坡的生存法则极其冷酷，却又无比真实，那就是你必须持续向世界证明你的价值，你必须成为大国博弈缓冲带上那个不可替代的节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安居乐业，我们的经济才能保持韧性。面对每天都在反转的国际新闻，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精算，而不是情绪化的站队。如果你也认同这种中立客观的地缘分析视角，想在复杂的世界局势中看清未来的经济走向，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容易错过我们每一次的视频。对于新加坡未来的外交策略，你还有什么担忧或期待？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一起理性探讨。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